是你。已经送我的东西，为何要拿走？那你呢？你是不是有一天也要离开我？你为何不说话？莫非这又是梦境？也好。原来戏折子里说的情不知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。严丹，你冷静一下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你是一只妖，人家是捉妖师，你们两个本来就没有任何可能。况且人家心中已经有一个梦中人了，论刻骨铭心的程度，你也比不上人家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还是等他到天上以后，你们俩早晚都会分开的。你冷静一下，清醒起来好不好？这可能就是将臣说的体悟吧。总之，你不能像那些女孩子一样为爱犯傻犯痴。记住现在的感觉，有了这份体验，你一定能够写出更好、更感人的折子戏。隐渊，从前我最开心的事，就是跪侍在你座下，即使卑微至此，你又何曾多看我一眼？从今往后，绝不再对你卑躬屈膝。哎，人呢？
他没有喝入院酒，昨夜之人是他所化。你说这柳文阳真够奇怪的，他既然有未完成的心愿感到痛苦，为什么有了如愿酒又不喝呢？我们不该信他，他定是隐藏了部分真相，而且他只想利用我们拿到楚墨。他的那番话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。他怕是和魔族真的脱不了干系。哎呀，没想到小仙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昭圣帝君的神器。我们三个呢，乃是天界的上仙，此次微服出巡，你快把仙旨拿出来，莫再推三阻四了。不过都说这4大神器在大战中陨落了，不知是怎么到了3位的手中啊？帝尊怎么可能让帝君之物遗留在凡间呢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没有声张，你不知道也属正常。之前是小仙有眼无珠，这个限制就在其中，3位尽情翻阅。上仙议事，你且回避。对了，帮我们沏壶好茶过来，走吧。小仙这就去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演得很厉害？看看。长生帝君为杀邪神，以楚墨封魔像，断邪神力量之供给。这个柳维阳既然可以从魔像当中吸取万魔之力，为何还要偷楚墨？之前我听救我的那个小仙说过，楚墨可是万物生，在邪神殿里，大家也确实能看得到，他能使枯木复苏。柳维阳一定是想利用楚墨来换回邪神，甚至换回在仙魔大战之中战死的所有魔族。你们看这个，看到了吗？万魔之眼世代相传，与魔像相辅相成，可以吸收万魔之力，并且深嵌在邪神之体，非死不得离身，唯有邪神之血方可破除。这确实是柳维阳胸前的印记。你看，没错，他就是邪神。3位上仙，请用茶。哎，土地公，正好我问你个问题，这个邪神怎么只有半张脸？你有没有他全貌的画像啊？没有。这邪神战败之前呐，伪装的是淡泊寡欲、滴水不漏，见过其模样的人极少，所以只有这一幅半遮半掩的画像。不必再问了，他定是不想再牵扯到前尘往事。土地公，能否烦请你把所知道的仙魔大战所有的事情一并告知我们？好。这仙魔大战的导火索呀，是一位仙子之死。他叫陶子气，谓之上仙呐。他是天界的使者，频繁来往于仙魔两界，因此也便就认识了邪神。哎呀，这魔族向来狡诈呀。这邪神让陶子气爱上了他，不停地诓骗于他，让他以为魔族从无反心呐。哦，仙魔相恋，还有此等精彩的画本，
继续讲，后来怎么了？这哪里是什么相恋啊，这分明就是一场骗局啊！这邪神待到时机成熟，便对外宣称说陶子气要刺杀自己，是仙界率先破坏了6界和平的诺言，这才进行反击，这便是仙魔大战的开始。那这个陶子气到底有没有刺杀他？这不过是邪神的一家之言，一个谋逆的借口罢了。但他杀陶子气的场面，可是万魔亲见呐。先祖昏庸无能，一直忌惮我魔族势力。我为了族人的安宁，一直选择隐忍、避让，奈何天地老儿仍对吾等赶尽杀绝，竟以和谈为借口，派仙使陶子气实施刺杀之计。硕华长老为救吾，身受重伤，退让无法换来和平。只会让仙族得寸进尺。众将士亲见，吾今日阵前斩杀仙族使节，耻辱过往，譬如今日死。为了我魔族的和平与荣耀，屠尽仙族，一统6界。不破仙界，誓死不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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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陶子气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你我之间有话可说。听闻仙魔之战后，所有的魔族战犯皆被打入生死场，而且永不得出夜望川，可是真的？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战犯早已积成一座望不到顶的尸骨山。这魔族战败之后，元气大伤啊！虽还保有魔界部分领地，但也不成气候了。何人求找名利？先天界妙法阁掌事，特求焚心之火，名利加持，重修气灵。半人半妖，若得加持，可能经得住名利反噬。大仇在身，死亦无惧，何惧反噬之苦？求者心诚，却名利平平，有何法宝配与我供奉？
我为帝君仙灵而来，承旨，我愿奉上半数仙力，待之。一身修为，自愿由你吞噬，死而无憾。甚好！颜淡、殷渊，我定要你们付出比我痛苦100倍的代价。你们竟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哼！唐昭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圣德，唐昭，竟然没死！我命不该绝，而今日便是你们的死期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仙衣尽碎，我便能得到帝君的仙灵。你们不是难舍难分吗？那不如一同去死吧。应当，天界凡间，你就这般不依不饶吗？你竟恢复了记忆，哼，甚好。那我便让你们死个明白。颜淡，看到帝君根本不记得你，你的心痛吗？啊，差点忘了，你只有半颗心了。那应该没有我的痛吧？为了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，把自己折腾成这番模样，你到现在都不清醒吗？既然得不到，那不如大家一同化为烈火，共成灰烬。你的灵力当中，怎么会有花精族之灵？我能灵力暴涨，多亏你们花精全族。你的族人虽灵力不高，但妖缘纯净，人数众多，最适合化为己用。记住，他们皆因你而死，你活一日，周围人永不得安生。你真是疯了！
我已经恢复了天界的记忆，我自然也可以用天界的仙法对付你。一不做，步步做，一切都无法回头了。你杀我全族，残害帝君，挑唆我与芷溪反目成仇，你害我2次上天星台，今日我便让你一并偿还！为什么我苦修千年，化形成仙，本可仙途无忧，扶摇直上，却为帝君因爱生恨，最终落得个不仁不妖、灰飞烟灭的下场。今人作父，难道我一开始便都错了吗？我丢了半颗心，将臣丧了整条命，而你罪有应得。颜淡啊颜淡，你真没用。无论是天界凡间，你竟都爱上了他。我虽然暂时压制住了他外溢的仙力，但是他仙衣破损严重，恐怕也撑不了多久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找到第4件神器，或许才能有所好转。可是3界茫茫，我们去哪儿找？我可以救他。邪神之力都无法修复，你要拿什么去救？如果不是我拉着他去川上划船，他也不至于会如此。我自己惹的事情，我自己负责。放心吧，我浑身上下都是药，我一定能有办法的。况且，这凌霄派未来掌门人的人情，我要定了。我们2个在外面守着，有什么事情你随时唤我。不要再婆婆妈妈的了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去给我做个宵夜。等我大功告成了，我们一起吃。走吧。颜淡，若有事随时唤我。为何到最后，终究是我想起来你，而你却忘记了这一切？罢了，反正你也欠我这么多了，那就一直欠下去吧。
严丹，你为了救我，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不过是几片花瓣而已。你既然醒了，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圣德呢？方才你打斗，可有受伤？楚墨不愧是一个很好的神器，我用它已经除掉圣德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原来你这么厉害，往日真是我小瞧你了。燕丹，方才在船上的那些话，方才我想问的问题，我已经不想知道答案了。燕丹，你给了我你的心头血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？那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你去死吗？你明明什么都给不了我，你为什么总要纠缠我？你为什么总要出现在我面前？你怎么只有半颗心？另一半去哪儿了？这东西竟然从天上跟到了凡间，真是因缘际会，命运难避啊！林青，我特意给你做了宵夜，趁热吃了吧。不用了，于墨，我方才救唐周的时候有点太累了，我想早点睡了。你刚才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，你已经面无血色了。你到底是怎么救人的？如果你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想办法好吗？真的没事儿，我只是薅了几片我的花瓣而已，我睡一觉就没事了。等唐周好了以后，我得好好使唤他，让他还我点灵力才是。好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子期，你脸上的青斑都已经消除了，看来石鼓山的阴气已除，但是你的魂魄刚刚归体，有些不稳定，需要调理些时日。来，这是我亲手为你熬的药汤。轩香，我请你帮我打听之事，可有回音了？
仙魔大战中，34个仙族灭族，明焰族没有幸免。我的族人可有入神观里，荣耀下葬？明焰族中了埋伏，尸骨无存。对不起。这只紫烟簪是我刚升仙阶时，我的恩师嫉妒星君还清赐予我。他说此簪坚硬无比，代表着天界对我的信任和我对天界的责任。即便我当初选择了你，可我从来也没有背叛过仙族。你没有。是我将自己的失误亲自递到了朔华手上，是我的自私，成为了仙魔大战的始作俑者。轩香，我们回不去了。自己，生死都可以跨越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重新开始呢？不，我们中间隔着的从来都不是生死，而是枉死仙族成千上万的性命。轩香，让我走吧。子期，就算你要走，也等你身体好点了再说，好吗？上一次我能够忘记，这一次我一定能。我们当真有缘，没想到又遇见了。这些年，你过得可好？过得挺好啊。那你如何又来到了此地啊？还不是你这忘川水的效果实在太差了。明明已经顺利渡川，忘记了前尘，这如今
又都想起来了。我独守夜望川万年，每个渡川者于我而言都是过客，唯有你，伴了我800年。我在心里早已把你当成我唯一的朋友。有些事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。所有的记忆又重活了一次。你既然可以放下我，我也一定可以放下你。即使忘不掉，我也要断情绝爱。严大，莫要太伤心了。姻缘帝君并非无情，他也是没办法。从此以后，我不会再爱他了。我只想为自己而活。谢谢你，乙藏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
沉香燃明灭，情屑散长空。前尘终肠断，相思早随风。眼淡复得情根，回首往昔，不愿再现情沼。再次缠绕的命运，是失而复得，还是得而复失？世人道，沉香如屑，再难回头。可有人甘愿化为烈火，只因余温未尽。如今唐州仙体破裂，命在旦夕，众人为寻最后一件神器，再踏征程。帝君归位，指日可待。应渊终将解开身世血脉之谜，揭开潜藏袭击者的真面目，破解仙魔，大战疑云。故事未到尽头，待沉香重燃，再与君约。